王导，这个陈是不是又要跑路了？哟，今天又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都没发。因为上个视频我说了，那么现在其实热度其实要降一点，但是这个视频问的人太多了啊，没办法统一跟大家来回复。陆续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陈是不是要跑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加更了，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加更了呢？那代表着什么讯号？以及今天还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北京广播电台，这算是主流媒体，首先是发了他的一些物料，后来又被删掉了。我统一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件事情吧。首先，关于这个陈一会不会跑路的问题，我说了很多遍了，我把他逼到绝境，他跑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往哪儿跑啊？天网恢恢，往哪儿跑啊？再说这个剧现在已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难道你现在卷款私逃，那你这辈子就废了？你只能在海外去，对吧？你失去了信任，你再去拉投资，对你以后的职业生涯，那基本上可以画句号了。所以我始终会跟大家来讲，他跑路的几率，我觉得几乎为零，好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断。那为什么这个剧突然就加更了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剧播到一半没播完，你跟那边签的发行协议没播完，你的那个版权就像他前几年那个剧一样，播到一半，后来人家平台不是要求把钱要退回给他吗？所以才有强制执行3600多万这一说。所以他比谁都更想把这部剧顺利的把它播完，播完之后才能陆续的能回收部分资金。那为什么突然一下就加更那么多？每天晚上8点每天更新一集？我个人猜测，仅仅是我个人推断，应该是他听到了某些讯号，是不是喝了喝茶？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就不得而知了。那么对这部剧来讲，或者对田儿或子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喜欢看这部剧的，快速的把它播完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从大方向来讲，未必是件好事情。你们就祈祷，那么在某些事情没有定性之前，希望这个戏能够顺利的把它播完就可以了，好吧？那么第二件事情，那么就关于上了这个广播电台这个物料突然就被隐藏了。那为什么这次会找到北京广播电台呢？我估计是应该有私下有私交，可能是通过这样一个主流媒体的发声来去证明子现在已经是安全的艺人了。后来北京广播电台就把这个微博又再一次发布了出来。那这个又说明了什么？那说明了，我相信一定是他们内部得到了一些消息，那说人家子瑜现在是安全的，只是之前那个有一些舆论风波，但是经过会议的，应该他们内部应该开了一个小会的，经过开会的结果是，人家现在根本就不是劣迹艺人，所以又再一次把这个微博给发了出来，也就是北京广播电台也算是代表这个官方媒体，就是在这个视频再次印证了人家现在不是劣迹艺人。只是目前的这个种种态势，就像我说的，接下来第二关、第三关有不明朗的讯号，所以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现在还要期待着田儿的嗨6，马上这不快播了吗？你就期待它的镜头会不会被删减掉，这个应该是会释放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讯号。那么如果是正常播出的话，那么对他俩，就像我之前的视频说的，应该在短暂的时间内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是当成正常的艺人。还有第三关，我觉得上次我说大概半个月吧，我觉得中旬到20号之间吧，应该这件事情也应该会尘埃落定。也就是说8月20号在之后，如果他们两个都是安全的，那么以后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安全的了，只能说是暂时的是安全的了，好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老问的，那为什么他现在就是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我个人推断是这样，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那个子是那个公司的他的法人啊，这个法人这个肯定是不好的嘛，对吧？因为还没有分红啊，而要承担一定的公司的一些义务和责任，一旦出了事儿，自己还得背锅。那么现在法人已经变更了，已经不是他了，那对于子来讲应该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之前这件事情在网上闹的风波特别大，而且看到了子的发展潜力，公司也应该，我要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给子在画饼了。那么至于那10%的股份是怎么着？我个人推断啊，当然我不知道准不准。第一种可能就是公司释放出了10%，为了牵制住子，说白了嘛，就是用利益来去挽留你。我们利益共同体，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发展。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公司现在已经融资了，有人看好了子，然后融了一部分资金，那么子会以技术入股的形式拿到了10%的股份啊。这个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大，因为资本都是一毛不拔的，他闻不到这个利益，他不会轻易的拿出公司的10%是转让给子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第二种的可能性可能会偏大一点。好吧，这个就是关于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一些解读啊。我最近嗓子有点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阳了，很难受。还是那句话这件事情我还是会持续关注的。别忘了没有给王导去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就可以了。